西游记》中师徒四人之间的矛盾与磨合，在讲述一个事情。首先，我们来看唐僧。很多人觉得唐僧是非不分，其实唐僧在原著中不仅明辨是非，而且思维逻辑很清晰。大家好，我是舒小妍。唐僧每次和悟空产生分歧，在电视剧中看不出来唐僧的行为逻辑，甚至让人觉得唐僧不明事理。但是在小说中有详细的描写，比如在3打白骨精那一节，不管白骨精多么的花言巧语，原著中唐僧并没有中白骨精的圈套，而且思路清晰。白骨精一直想引诱唐僧出那个孙悟空画的圈吃东西，唐僧一直在与白骨精周旋，而且根本不打算出那个圈。唐僧他确实看不出来白骨精是人是妖，但他的逻辑就是不管你说的再动情，我就是不吃。原著中是这样写的，三藏也只是不吃，旁边却恼坏了八戒，是猪八戒想吃白骨精的东西，所以一直怂恿唐僧接受白骨精的斋饭。唐僧确实是很慈悲的一个人，就算是妖怪，只要没有伤害到自己，唐僧就不愿意去结果对方性命。孙悟空前2次打死的那个姑娘和老妇人时，孙悟空都给予了解释，这个荒凉恐怖的山都是妖怪野兽出没的地方，一个柔弱的女子和老太太在这里求生存，只会死得更快，凡人哪敢在这种地方生活。当时取经团队大家互相还不是很了解，唐僧对孙悟空没有那么的信任，但对于孙悟空的解释还是比较认可的，所以前2次没有赶走悟空。那为什么第3次孙悟空被赶走了？表面上看说话激怒了唐僧，是悟空情商低。原文中行者笑道，叫八戒伐几棵树来，沙僧寻些草来，我做木匠，就在这里搭个窝铺，你与他圆房成事，我们大家散了，何必跋涉，取甚经去。这句话确实把唐僧惹火了，说道，你这泼猴，既然3心2意，不肯尽力保护于我，我怎么还留得你？孙悟空意气用事，让谈话一下子陷入了僵局。人在生气的时候最容易说真话，唐僧说出了真心话，对孙悟空不信任的话，3心2意，不肯尽力保护于我，很清楚表达了他对孙悟空缺乏信任。加上猪八戒在旁说道，师傅，这猴子是没了人性，动不动就打杀，他若不走，只怕将来惹出大祸。那句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，出处就在这里。很多人说这是孙悟空情商不高，说话急躁，造成了被赶走。其实根本原因就是这个时候的唐僧对孙悟空不信任、不认可。有人说《西游记》在写人情世故，孙悟空在团队成员沟通上总是急躁，没少挨唐僧念紧箍咒。但是孙悟空后来讲话方式变了没？其实没有变，但是最终赢得唐僧的认可和信任，靠的不是他的情商，而是他的真。他的说话方式还是那个样，反而到后来唐僧不生气了，因为他知道孙悟空没有3心2意，而是真心实意在保他取经，这才是《西游记》要表达的地方。当然情商确实重要，但真诚更胜一筹。情商能让人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优势，让沟通变得顺畅，但它更像是一种短期技巧，如果没有真诚支撑，只有情商，最终难以维系真正的信任。西游记团队之间关系的核心就是内心的清净与真诚。真诚不仅是对他人坦诚，更是对自己的真实。孙悟空胜在内心坦荡，他对唐僧的忠诚没有夹杂私心，对取经的责任也没有丝毫懈怠。真诚是内心的一种品质，是一种不求回报、发自本心的态度。不管是在小说里还是在现实中，只要你真诚，就会自带光环。这份真诚不仅能打动人心，还能让你在人生的道路上开拓更光明的前途。关注我，我们一起用修行发现自己内心的深度与无限可能。